这客人他是同时有合并的皮下脂肪，就浅层的脂肪比较厚，然后深层的胶原掉下来。嗨，大家好，欢迎收看科普医美新知，我们欢迎张帅张医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线雕第6集，如何让下半脸变小哦。好，对，这是关于线的第6集啊。那前面还有5集，大家有兴趣赶快回去看一下。我们录这个影片哦，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因为医美现在很泛滥，对，在华人的世界，在欧美、台湾、大陆各处都非常泛滥。整个医美啊，诊所为了做生意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多夸张！为什么？很多所谓的专家是靠 imagination 来，很多他们所谓独特的技术是靠 hallucination 来，就是有很多东西是建立在妄想跟幻想上，这很严重啊，真的。甚至有的连上电视啊，都是可以用买通的。电视大家以为电视一定请的都是专家，没有。现在电视因为现在受到 YouTube 的冲击啊，现在连你上电视只要花钱你就可以上。我10几年前上电视的时候，是他们给我这个车马费让我们去，现在是他们常常都会靠花钱，然后去上电视节目。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很多的资讯，它并不是真的资讯。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会发现我们讲的都很专业、很深入。但是有些客人说，他一开始看我们节目觉得哇，怎么讲那么难呢？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正确的知识，帮助你们如何诊断，教会你们判别真假。这个是我们节目最重要的宗旨。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那讲到这个线啊，其实在讲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就是讲说，其实线到现在已经即将迈入12年，然后我做线也已经15年。其实这个线的发展做的过程中，我已经看到这个线啊轮回已经潮起潮落，已经3轮，不只是在线哦，大家仔细去看，有很多。如果您现在是在荧幕前，你是之前已经接触过很多医美，你就会发现我讲的这件事有很多的技术啊，可能有一阵子一开始没什么人在做，后来有些诊所为了商业目的开始炒作它，哇，讲它多省多省，然后很多人就说他自己是专家，就把它炒上去，炒上去到一个程度以后，它又掉下来。你知道在台湾线雕这一种已经这样炒过3次了，有些人就说有吗？我以前都没听说过，线不是最近的技术吗？那因为你接触比较少，所以这个在每次炒的过程中，就有一些你就会发现一些状况。有很多的诊所，很多医生，其实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技术，那他看到现在有利可图，他突然就自称是专家了，或者是他突然像我们诊所专门在做这个，等到他们做之后发现效果不佳或有问题，那他们就突然间都收手不做了，退缩了，然后就改做别的东西。对，不像你看我们诊所这10几年来始终如一，像我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专攻拉提、微整、微创部位，我们用线，然后手术拉皮。所以其实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很重要，因为选择真正的专业有专精这件事很重要。什么都做就什么都不会做，然后专精。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主题呢，我们在搭配前面在讲这个线的一些概念。我今天跟大家讲线在下半脸的运用。那其中呢，最主要，我想大家下半脸，大家除了在意垂之外，大家也会很在意一个东西，就是那我拉线会不会让脸变小？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好，在讲让脸变小之前，我要给大家一个观念。我们脸有所谓的轮廓，轮廓就是这个。当我们脸，其实我们现在看脸，其实有所谓的外轮廓跟内轮廓。真的好细。又要开始帮大家上课了哦。要开始上课了。可是我们真的很多来的客人好认真，还抄笔记耶。真的，他还会请教问题，说，请问你影片的哪一个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节目也很多医生在看哈。对。那我们的轮廓是什么叫外轮廓，什么内轮廓呢？我跟大家看一下，其实这是一个图。外轮廓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关于我们脸外部的这个地方。那内轮廓呢，指的是内侧的立体度。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外面是外轮廓，内面是内轮廓。是我们脸的大小由这2个来决定。我今天就来解释，我们要让一个人脸看起来比较小啊，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现在看外轮廓。那外轮廓最重要就是下半脸的部分，外轮廓最重要当然就是这一圈啊，这外面这一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的解释，就是关于下半脸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圈。
这一圈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呢？下颌骨边边的这个部分，你想想看哦，这个骨头如果越宽，脸是不是就越大？可以理解嘛？可是骨头有办法用微整形改善吗？坦白说不行哦。所以有时候如果这个骨头真的很宽很大，或者这个骨头的这个下颌角真的很大，削骨还是必要的。如果有时候我真的不想要削骨，有没有办法让这个轮廓看起来小一点？有办法。那外轮廓的部分我们要怎么处理呢？我们刚刚讲第一个重点是这个骨头，当然如果这个骨头不动，我们要怎么让它看起来比较小一点？有一个方式，你想想看这个骨头如果很宽，好像这样很宽，我要让它在视觉上小一点的时候，我把这个宽的部分把它延伸出去，它的是不是你本来很宽，但你如果这个延伸出去的时候，它是不是就会觉得好像有这个缩小的视觉上？对啊，如果你很宽中间是平平的，这样平平的，那是不是看起来是很宽？对，所以你会常常发现很多人他轮廓要让它缩小，把下巴延长。是好，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图片一样，它借由把下巴这个延长，让它脸型看起来比较小一点。这个方法很多人很常用，但我要讲的是，这个方法现在常常被滥用。其实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有很多的人他为了让脸看起来比较小，于是就打了这个下巴，就一直打，就衍生出两个状况。第一个变成下巴型人，或者是蛇精好长，或者变成埃及法老王。法老王这边就有一个这个，对，是不是看起来就很诡异？不 OK， 非常不自然，因为我们还是要符合一个比例的原则。这个比例的原则基本上就是1:1:1，三庭五眼这个1:1:1的这个原则。另外还有衍生出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就是他下巴打得很长，结果这两坨肉很垂，看起来很怪。对。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他想要说，我想要小脸，看起来比较年轻，所以下巴打得很长，结果脸就垂垂的，你看起来就会觉得非常的不搭嘎。所以只把下巴打长就可以把脸变小吗？不是，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们还要考虑其他我们要一并处理的方式。好，我们刚刚讲了这个骨头，我们没有办法靠微整改善。那骨头上面的东西把它变小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因为我们的脸这个骨头表面还有很多东西嘛。请问我们这个骨头表面有什么东西？有我们的肌肉。对，哇，好聪明还有脂肪，好聪明哦。对，好，这个我们的下颌骨上面有一个东西就是咬肌，所以你会看很多诊所要把脸变小，最常用的组合是什么？打咬肌、打下巴，很常遇到好，我刚刚讲打下巴有可能要注意一个是变成下巴型人，另外一个是你下巴很长，可是你的脸这垂的不顺，会很怪，对不对？那打咬肌总没有问题了吧？不是，打咬肌这个技术超级简单的嘛，基本上你有手就会打，那个就是拿起来噗就打。但是我这里要提醒大家打咬肌，你想，这咬肌就变小了，不是脸就小了吗？就尖上去，不是。大家请你一定接下来前方高能，那听进去我这里讲的就是咬肌在这个位置，在打咬肌的时候，你打的这个咬肌变小的同时，脸会往前垂，因为咬肌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当你这个支撑变小的时候，它没有支撑了，那东西是不是就容易往前滑？所以我们很常遇到有客人从其他诊所来说，我本来脸还好，我只是想要脸变小一点，结果我去了以后，他帮我打了咬肌跟下巴，现在大家都觉得我很怪。为什么怪？因为这变小，结果他垂，然后下巴很长，是不是我刚刚说的下巴长，就这里垂垂的？对啊，他说我咬肌变小，但我没有觉得我脸变小，因为它往前滑了。所以打咬肌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没有打好，或者是没有评估好，很可能你打完咬肌之后，结果你的嘴边肉变得更大更严重。对，再来打咬肌，你以为就没有问题吗？没有，还有第二个要注意的是，这个很常被忽略，咬肌上面还有一个构造非常重要，超常被忽略有一个东西，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有基本的解剖概念，应该都知道，我们咬肌上还有一个很大块的东西，但很少有诊所去注意这一块，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常常会有客人来，真的是千里迢迢来找我打肉毒打这个东西，还有每次从高雄坐高铁上来打这个，我说你不能在高雄打吗？这个很简单，你每次等我要等好久对呀。他说高雄他找不到诊所打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什么东西，来跟他说。腮线。对，就是腮线。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荧幕中腮线它在哪里？它腮线长在咬肌的表面。那大部分的人腮线没有那么大，可是有一些人他年纪大概过了45岁之后，不管男生或女生，有一些人他腮线会长得特别大。腮线长得特别大，有些人可能是体质，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以前他不小心有得过腮腺炎的病毒。腮腺炎就是人家说的低头皮，你有听过吗？有，就是小时候不小心他也感冒，然后这个脸肿很大，对，这个后来这个病毒会潜藏在你的腮腺里面，年纪大的时候就会让你的腮腺慢慢变大。那很少数的人呢，他是因为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自己免疫疾病，也会让这个腮腺变很大。那这个腮腺可以大到跟你的咬肌差不多厚，那怎么办？腮腺大要怎么处理？咬肌大打肉毒嘛，腮腺大怎么处理？打肉毒，也是打肉毒，对，就这么简单。它也是打肉毒，所以肉毒不是只可以让咬肌变小而已，它也可以让腮腺变小。那这些呢，都是影响我们外轮廓，所以外轮廓，我们要注意骨头、腮腺、咬肌、下巴，这些叫外轮廓。是。那这些外轮廓处理完之后，你的脸会小一点，没错。那这样就 OK 了吗？不是嘛？我是不是还提到一个东西叫内轮廓？那内轮廓在下半脸最重要的位置是哪里？嘴边肉，就是嘴边肉。内轮廓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嘴边肉。大家看过我之前的影片吗？嘴边肉分3型，如果不知道，赶快 YouTube 查一下嘴边肉空一格分3型，就会找到。嘴边肉分3型，其中呢第2型的这个嘴边肉呢，它最主要是这个深层的假脂垫掉下来。那第1型呢是属于这个浅层的。那我们内侧这个地方呢，内轮廓如果要让脸变小，不是只有外面这个地方变小而已啊。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也希望它是紧致上提，脸才是真正的 V 型脸才是变小的啊。那我们就要处理这个，那我们就必须判断它是皮下脂肪的问题还是深层脂肪的问题。有些人没有看过我们之前影片的人就说啊，脸还要分浅层脂肪跟深层脂肪，是赶快回去看我们嘴边肉分3型那一集，你会突然间让你很清楚哦，原来脸结构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些照片。比如说，我们来看到，看它前后的脸大小差很多。其实看这个脸啊，我们看它的正面，我就他脸好像很大。可是像这个客人，事实上他的咬肌不大，他的骨头也不大。可是他脸为什么看起来大？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嘴边肉。这种嘴边肉，我们就必须要去判断它是浅层还是深层问题。如果是浅层皮下脂肪太多，那怎么办？抽脂。对，或者是打小指针。对。如果是深层脂肪怎么办？要靠拉提。讲到重点了，深层的脂肪，这个叫假脂垫。假脂垫呢，如果太大而且下垂的话，就会两坨在这里，你的脸一样看起来很大。那像这个客人呢，他要做的就是深层埋线。埋线哦，大家不要以为埋线都是一样。现在很多诊所也会 imagination and hallucination。我们医生有独特的技术，我们诊所有独特的技术，多独特，非常独特。那你到底怎么做的？他有他一套做法，就是把线埋进去，讲不出来，或者是我们那个路径非常特别，什么什么。其实很多都是 hallucination and imagination。全球做深层埋线，它的方法很特别。知道全球深层埋线最早开始做的是谁吗？我们的张帅张医师，真的就是我。我其实一天到晚在国外演讲，我要么就是讲拉皮，另外一个就是讲深层埋线。所以我为什么会常看我去这么多地方的国家，我去演示这些深层埋线？因为这深层埋线的技术非常的特别。以下半脸而言，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深层的假脂垫可以做一个上提。你现在看到荧幕中的这个动画，就是我发表在国际论文上面，然后我们把这个深层的组织上提。那这样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你的脸会明显变小，是非常明显的变小。好，第二个它有上提的作用。好，我们来看比如说像这些照片，非常的多，我们做非常多。像这样子的案例，像比如说像这个客人，这客人呢，他的咬肌也不大，他的问题也是在内轮廓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要去判断你看他其实他的主要问题就是婴儿肥。对，什么叫婴儿肥？婴儿肥其实就是深层假脂垫掉下来。用这种深层埋线的方式，都没有打消脂针，也不用打肉毒，他的脸就可以明显变小。像有一些客人，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客人，这客人他是同时有合并的皮下脂肪，就是浅层的脂肪比较厚，然后深层的假脂垫掉下来。我们把他的这个浅层脂肪把它去掉，同时再把他的深层的假脂垫把它上提，因为看到前后很明显，他脸变小，而且看起来是变年
轻的，变紧致的。那我们再看像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它是合并了什么？它同时有咬肌的问题。就是有外轮廓的问题，它也有内轮廓问题，我们一起处理。你会发现这样一起处理，你会有一个感觉，它脸变小之外，奇怪，它是不是有打下巴？没有，它并没有在下巴上填任何东西哦。那为什么会让你这种感觉？因为它这个在深层拉提的同时，下巴看起来就变长。所以其实我常遇到很多客人来啊，我脸变小，他主动就跟我说：“张医师，我要打下巴。”我说：“等一下，你其实不太需要打下巴，因为以比例而言，你的下巴是 OK。可是我怎么脸看起来很短，而且脸看起来很圆？那是因为你的内轮廓这个深层的夹子垫掉下来。这个时候，你用深层的八字去拉，你会发现好神奇啊！我躲在里面的下巴跑出来，你没有填充下巴，它就跑出来。我们再看一下，像这个，你可以看到，像这个侧面这个照片，它术前它的这个脸侧脸呢，这有一坨，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到它的咬肌骨头并不大，可是它正面看到之后，它脸大大的，问题就是在出现在这个内轮廓这个嘴边肉。我们把它用深层的八字线，然后再结合浅层的八字线，浅层拉紧，深层上提。你再看它改变了什么？第一个，你可以看它轮廓线变明显；第二个，它脸变小；第三个，它变紧致。你看这个图也是一样，它术前你看它在嘴巴旁边，他会觉得说，奇怪，我以前脸蛮小的，怎么现在觉得好像含着一颗卤蛋？这个卤蛋就是那个深层的夹子垫。所以荧幕前的你现在拿起照片来看，如果你一直觉得脸垂垂的，或是脸有变大的感觉，你仔细看你的侧脸，你这里有没有觉得你含着一个小卤蛋？比较小的是小鸟蛋，比较大的是卤蛋，比较严重的是鸵鸟蛋。但是你如果这里含着一颗这个东西，那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深层的组织掉下来。不要紧张，这个很简单，半个小时就可以把这个处理掉。处理完就像这个，你看很明显小鸟蛋不见了，然后你的脸上去了，脸变小了。像这个案例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哇，它就很明显像这个只有做下脸，它中脸没有做，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的下脸上提变小、紧致，轮廓线跑出来。你看这个脸型非常的大，用深层的埋线准确的判断。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在介绍从外轮廓到内轮廓的嘴边肉，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看我们的节目就是要教会大家如何自我诊断，教会大家如何判断真假。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被幻想跟妄想洗脑。那你才知道问题在哪，诊断很重要，你才有办法对症下药啊。你看像这个脸是不是也是从很凸变小？那而且它给你的感觉是变精致，而不是变成舌尖。对，最后像这个图，这个是我亲戚啊，你可以看到他术前脸比较粗犷一点的。那我们帮他处理了什么？你看可以看到前后是不是细致度差很多？对。那他做了什么？我们一样诊断，以他的状况而言，他有咬肌的问题、腮线的问题，然后呢，他也有嘴边肉的问题。他有没有下巴的问题？其实还好，一点点。那我们借由这样处理，你就会发现哇，脸变紧实了，变小了，变上提了，对，整个就精致感的出来。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很多的概念，乍听之下好像有点复杂，不会，我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希望我们的脸是精致上提变小的。我们一个判断，先从外轮廓看，先注意你的骨头有没有问题。那你的骨头之外，上面还有什么？有咬肌，咬肌上面这里有腮线，这些需不需要处理？那你的下巴在比例上是符合1:1:1，还是真的很短？需不需要延长？这是外轮廓。外轮廓之外，内轮廓你的这一块嘴边肉有没有很大？有没有下垂？需不需要处理？这几个下来，你一个一个诊断，你就会知道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千万不要再以为我要用微整让脸变小，就是只要打咬肌，只要打下巴，这样是不 OK 的。照着这样的诊断顺序，就可以让你避免踩雷。我们今天呢要来讲这个关于线雕第7集大家会发现我们最近开始把一些影片更新。第一个，其实医疗在进步有些知识常识我们要 update 跟 upgrade 我一直强调这件事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我本人也 update upgrade 体型差异比较大一点我为了防止上次有客人来到现场，我跟他说我是张医师，他一直不相信，他说我要找院长，我不是要找你，其实就是我，因为我跟之前不太一样了，我们有进化过所以我们把一些影片呢，我们大概给大家更新一下。那这一集我们又要讲到线雕，讲哪个部位呢？讲这个上脸部位。
我们做这个线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松弛跟下垂。那上脸呢，当然最主要就是为了要改善我们的眼皮跟眼尾是重点。不过呢，我要先跟大家讲，拉眼皮跟眼尾这个技术其实坦白说蛮简单的，但是也蛮难的。奇怪，什么意思？其实拉眼皮跟拉中下脸比起来呢，我如果只是用一般简单的埋线人，我觉得它是最简单的。可是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假设这个是线只是利用线上面的导钩，一端勾在上面，然后一端勾在下面，利用这种方式来做拉提。如果只是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对，它很简单，它可能有一些变化，它可能就是V 型，或者是好几个 V 变成 W 型，或者是好几个 W 变成网状型，但基本上它的原理都只是靠着导钩。如果你只是靠着导钩用这种拉，对不起，它的效果都很不持久。道理很简单，你平常讲话做表情，你眉毛会动吧？你眼皮会眨吧？尤其是眼皮眨这件事，每天你就算什么事都不做，躺在床上，你不吃东西不讲话，你的眼皮一样会眨1万次。而这个眨动就会造成什么？你想想看，它在眨动或者来你眉毛挑一下，这边动啊动啊动啊，这个线呢被你拉扯，它就脱钩了。所以如果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去拉我们的这个眼皮或眼尾，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不持久。用这种拉法真的3-4个月，甚至有时候不持久到什么程度，你难以想象很夸张。所以你知道外面我看到有诊所，他们卖这个拉眼皮的疗程，他怎么卖？他跟你说，来，我们用这个线拉眼睛可以维持2年。他怎么做？我跟你说你这次拉完你会发现很有效，但是大概5个月回来再帮你加强一下，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大概1年的时候你再回来，我们再帮你补强一下。然后用这种方法可以维持到1年半，听起来有没有点怪怪的？哪里怪怪的又说不出来？帮你加强，好棒！我再换一个角度讲，我告诉你，我们家的肉毒可以维持超过1年半到2年，只要你今天打完5个月的时候回来，我再帮你补一下。然后呢，1年的时候我再帮你补一下，就可以维持1年半到2年。你抓到 key point 了吗？因为我们家的肉毒可以维持2年，1年半到2年，所以比外面肉毒会贵一点。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事实上，目前的肉毒大概维持时间就是5个月到6个月，只是换一个说法，他告诉你5个月回来，我帮你加强一下，1年的时候，再帮你打一次，因为时间到了嘛，他帮你加强一下，然后你就会说，哇，好厉害，这家肉毒已经突破科技的极限，跟其他家不一样，可以维持1年半到2年。你懂了吗？懂了一样，他们就用这种，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手法。我这个讲出来会不会又被其他诊所攻击？我是不是讲太多了？影片要不要把它卡掉？我会不会把业界秘密又讲出来？到时候又有人到我们的 Google 评论上面乱下一些1颗星，真的是之前我们也讲了一些，就其他诊所的咨询师到我们上面去乱写评论，因为我们就当人财路。当那个时候我发现人家这样子在讲那个疗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有点太瞎了。它其实就是时间到了再给你补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额头的埋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很难突破的事情。你看不管你今天是像我刚刚说的，是这样一条一条一条的，还是用 U 型的，或是用 V 型的，或者是结合很多个 V 变成 W 型的这种做法，它的基本上都是靠着什么导钩去勾住它。那这种方式很快，你这些表情，你眉毛眨动、眼睛这些在动的时候，它效果不 OK。那大家就会想，那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有时候我跟客人说实话，其实做这个额头如果可以，我帮你做新式的内视镜额拉。新式的内视镜额拉跟五爪拉皮是不一样，更进化的方式。这个手术其实大概也就50分钟到1个小时恢复期也很短7到9天，可以维持10年。可是我会跟客人说，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它就跟微整一样，那伤口又在头发里面，4个1公分的小伤口可以维持10年。如果可以接受的话，那你就干脆做这个，因为不管是手术本身的时间，或是恢复期也很快。但是当然，有的时候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敢手术听到手术我有屁屁唰。张医师，你说7到9天，但我连7到9天都没有没有方法？你这个8字线，不要说在台湾，都国际上的医师都知道这个特殊的技术，你在额头没有方法吗？有方法，这个方法很特别，回归我们原始的概念。这个3代8字的方式呢，它就不是单纯靠导钩，因为靠导钩就像我说的，它很容易你勾住没有错，马上有效，但很容易做表情，做一些动作，它可能导钩就掉下来。就像刚刚这样，动然后就掉下来。好，所以我们不是这样子做3代8字的原理就是，我们会在里面做一个绕行，像这样子去锁住要掉下去的这个 target， 拉不会掉。
直到你线吸收之前它不会掉，所以它才稳固。这种做法它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好处来咯，我们来看这个图。我对颜面的解剖比较熟，我想在台湾应该比较少医师比我对这个脸上关于这个 cosmetic 的 anatomy 解剖的构造在脸部的部分还要理解。因为脸部的解剖学虽然人类这1万年来都在研究，可是就这10几年针对美容医学上面它的观念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有很多东西是以前一些老医生不知道。其实像这个侧面图它就是在讲我们的额头侧面的构造。不要看额头皮这么薄，它一样可以分成3层。它不只分成3层额头本身，它还分成上中下。你可以想象就很像一个9宫格，而且它还可以分成内中外这几个部分。有没有很好奇这个解剖构造啊？这个我在帮医生上解剖课的时候我都有讲。那我知道我们频道很多医生在看，如果你好奇的话，下次开解剖课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听，可以来学一下。我给大家看这个图，就是因为我们额头，即使是额头也分成3个层次，尤其特别厚的部分就是这个位置。我们用刚刚这一种8字的方式，像一个套索的方式我们去用，那它就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它就可以把这个比较厚的这个部位，这个比较厚的部位呢，在古代我们叫 eyebrow fat pad， 就是我们的眉毛的脂肪垫。那现在呢，我们又叫它 roof，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坨东西做一个上体。那它有什么好处？你会发现很多人他随着年龄呢，他这一坨东西啊，眉毛这一坨比较厚的东西，它往下掉的时候，它这里就变得比较厚，然后这个地方就凹下去。我们用借由这样子捆住的方式往上提的时候，不仅你的眉毛眼尾会上提，而且你这个上面的凹也可以同时改善了。而且重点是这种做法它会比较稳固，会比传统的方法稳固很多。我们来看一些照片，好，我们来看，比如说这个照片，好。我们做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眉毛、眼睛上去了，而且它上面的原本眉骨上面的凹也有一些改善哦。我们再看这个你可以看到什么？它的眼皮跟眼尾明显改善，眉毛上面的凹也改善。那这里又涉及到一件事，因为一般呢，我们在做眼尾，其实特别是东方人眼皮的下垂往往是眼尾最先开始。那眼尾的拉提呢，我们用刚刚那种只是靠着导钩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这种做眼尾，对不起，效果非常的差。但是我们用这个8字的这个方式呢，用这个套索把它锁住的时候，一拉，这个眼尾的效果就可以这么明显，就像我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这么明显，它眼尾的效果。你看光这个眼尾的效果，会不会就让很多人本来看起来有点衰衰的样子，看起来就比较开朗？好，我们再看像这个侧面也是一样哦，像这样子眼尾的效果，它看起来就是什么自然的。上脸除了可以改善，你看像这个客人眼皮眼尾下垂上面的凹也改善，不只是这样。其实有很多人就会说，我其实如果今天不是只有单纯的这个眼皮或眼尾垂，很多人他会在意一件事情，他的眉形。尤其是很多人他习惯性，他可能看东西，我习惯看近，他会忍不住皱眉。大家知道吗？我们整个上额这些肌肉里面有一个肌肉是最容易把我们的眼皮往下拉的肌肉。是什么肌肉？皱眉肌。就是这个肌肉，这个肌肉你忍不住往下皱的时候，你会发现，皱眉的时候，它就会把你的眼皮往下拉。所以皱眉肌它是我们整个往下拉最严重的一个肌肉，而且还会让你一直往中间收缩。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叫眉开眼笑。眉开眼笑，一个是这里要往上开，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眉毛不要往中间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特殊的方法。那这个特殊的方法一样是利用我们3代8字的原理啊。这个其实是我去国外演讲的时候，就是在讲那个操作的过程。那这个方法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眼头、眉头这个地方把它往上拉的同时，还可以让它往旁边开。比如你本来习惯性这样，把它往旁边开，把它往旁边开，那这样子你看起来的时候才不会说，如果你想象今天一个画面你今天是皱的，这也是皱的，然后你这样往上，这样不是很奇怪吗？正常应该是它要开，所以这个方法是一般额头拉线做不到。一般拉线它都是往比较垂直的方向拉，它没有办法让眉头往旁边开一点。那这个方式它不仅往上的时候，同时它也可以往两边，那对于你的皱眉纹改善也有用。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人呢，他已经有那个静态的皱眉纹，那个很深的，或者是甚至像刀疤这个皱眉纹呢，很多人无法用玻尿酸处理，而且我们之前有影片有讲，用玻尿酸打皱眉纹很危险，因为皱眉纹这里的血管跟眼睛是相同的，你打玻尿酸很容易失明，很恐怖。我们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可以搭配用筋膜，就可以把这个地方铺平，效果非常的好。大家很无助的时候，打肉毒没有效，打玻尿酸好危险。我们用筋膜就可以把那个像疤痕一样的细纹可以把它铺平。你如果再搭配像这样子的一个拉提的方法，它效果就非常的好。非常多在拉提眼皮眼尾的时候，
对于我们的眉心它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所以如果今天你的眉毛往下掉了，你的眼皮垂了，你的眼尾垂了，要怎么办？你要做拉提的时候，记得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坦白说，如果你问我，我还是会跟大家说，如果你时间允许，毕竟恢复期很短，7到9天而已，伤口很隐秘，新式的内镜颌拉它的 CP 值一定是比较高的。但如果你现在很害怕手术，或是你想要试看简单的方法，3代8字提眉眼尾也是一个选择。讲到这，我就顺便跟大家讲，如果大家对于你的眼皮垂你很好奇，我们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影片，会介绍各种眼皮垂它的分类跟它怎么处理。有的眼皮垂要做提升，有的割双眼皮，有的是要做眼睑肌。那怎么判断往上提升？除了内视镜，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接下来这一系列的影片都会跟大家介绍，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追踪我们的频道。Hello， 今天又来到了郑医师桑尼大改造的时间了。大家有没有觉得郑医师很漂亮？不过他有一件事情他很 care。有一次我跟他在办公室里面，那个时候他在看医学论文，刚好就有小蚊子，说什么声音？转过来牙齿的那个蚊子，太吓人了。他说请问蚊子在哪？我当时非常的震惊。他转过来，然后蚊子就这样掉下来。所以，我们今天要帮这个郑医师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叫脖脸。什么叫脖脸？就是脸跟脖子连在一起，就是像这样。其实郑医师他的骨头长得很好哦，他的骨头是斜上去的哈，不是像人家那个下颌骨很方形的。可是你会觉得他的交界不是那么的明显，可是他又不胖啊。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来自于下颌线这个地方的松弛。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女神养成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下颌线。诚挚产品对位，剂量精准树眉，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要把郑医师再次变成女神，先从手术开始讲，改善下颌的轮廓线。一般有3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从耳朵后面拉，不是大家都这么做呢。还会告诉你，你看你的手，把你的手从耳朵后面这样一拉，它的这个下颌缘就会出来了，双下巴也会改善。这一段文字取自于整形的教科书，一本很有名的书。传统的拉皮手术在处理脖子的时候，最常使用从耳后这个地方。可是如果你要处理双下巴、处理下颌缘的伤口，不能够放在耳后，因为耳后这个地方，它在拉这里的时候，它的距离太远了。刚开始是有效的，但是很容易这个地方就会回弹回去。我们知道我们脸有很多的韧带，这像有一堵长绳一样，把我们脸分的内侧跟外侧。脖子也是一样哦，脖子在这个地方。它也是有韧带的，那这个韧带也会把我们的脖子分成前、中、后3区。所以今天你拉后面这一区的时候，你这个地方怎么拉，它的力量到这里的时候已经被消减了很多。刚开始拉完你会觉得好像有效，可是隔了几个月，隔了半年、1年，它前面的效果就非常的差。耳后的伤口并不是用来处理双下巴，或者处理直波纹，或者处理下颌缘很好的方法。耳后拉脖子的这个方式，它是用在以下这几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如果你脖子的皮特别多，比如说我们看一下郑医师，像我们这样把这个脖子的皮拉起来，它是会不会马上弹回去？它虽然可以用脖子夹蚊子，可是呢，你把它的皮捏起来，它是会弹回去的哦。如果你这样捏起来，你看这个皮啊，它还是要隔一阵子，它才会慢慢弹回去，代表你的皮已经太多了。你就一定要从这个耳朵后面切一刀来做这样的一个手术。可是像郑医师这样，他的这个双下巴虽然很严重不好意思，我真的讲话比较直。它这个皮捏起来呢，马上又会弹回去，所以它这一种就不需要从耳朵后面切那一刀。而还有什么样的状况，耳朵后面这里要多这一刀呢？耳朵下面这个地方皮太多，或是你的耳朵这里会一条一条这样皮的折痕，或者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一种情形你耳后就需要拉这一刀，就需要做这个伤口去处理它。这个部分我们给大家一个观念同样是开脖子的部分，耳后这个伤口拉脖子已经是比较陈旧的观念了，它用来处理双下巴是不 OK 的，它很快效果就回去了，而且它用来处理这个下颌缘力量有时候也不太够。耳后这个伤口是用在如果你这个地方皮太多皱皱的，你的皮已经失去弹性了，你才需要这个耳朵的伤口。而且这个耳朵的伤口我们基本上只用在这个耳壳后面，我们不希望切到后面这样去，因为容易留疤。到底现在我们在处理双下巴、处理下颌缘，全世界现在大家会比较公认
做脖子是一种 corset 的标准的术式，是这个东西。这个就是 corset 紧廓成形术，它针对的就是我们脖子3层的构造，还有皮肤、筋膜跟深层。紧廓成形术呢，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大概2公分左右的伤口，可以把中间这一层筋膜的紧廓肌，脖子的中层呢，这个筋膜又叫紧廓肌，可以像马甲一样把它整个竖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脖纹改善了，而且颈亥角就是这个地方，它会很明显的缩上去。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深层的脂肪垫做一个转位的动作，可以同时延长你的下巴。这是来自于一篇那个研究论文他说的，像这样子 corset 的紧廓成形术，为什么它已经会变成脖子的 corset 呢？它有很多好处。首先 corset 的紧廓成形术不是只有处理皮肤的问题，它会处理第2个中间那一层筋膜，它会像马甲一样收紧。第3个可以处理我们深层的脂肪垫，这件事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处理脖子的时候，我们要去判断你的双下巴是很单纯皮肤跟皮下脂肪的问题，还是深层脂肪垫的问题。如果你今天只是皮肤的问题、皮下脂肪问题，你或许打消脂针会有些帮助，或许拉线就可以把它收紧。可是如果有深层脂肪垫的问题，没有用 corset 的紧廓成形术的话，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深层脂肪垫做一个好的改善。像我们刚刚帮郑医师做超音波，可以去判断它有没有深层的脂肪垫之外，有一个简单的方式，你可以把你的手像这样子，不是小小的哦，这样大大的这样捏住你双下巴的位置，捏深一点，吞个口水，你会捏到一坨圆圆的，然后有一点弹性端端的东西，那个可能就是你的深层脂肪垫。如果你再吞个口水，你发现它会跟着鼓动的话，那代表你的深层脂肪垫是比较大的。如果你摸不出来，那你赶快过来，我帮你做个超音波，我们就知道了你到底有没有深层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今天双下巴是深层的问题，就算打100cc 的消脂针都不会有用，那线你再拉50条它也不会紧，因为消脂针跟脖子的线，它们都只能针对筋膜以上的部位，它没有办法处理到深层的脂肪垫。紧廓成形术呢，它有很多的好处，它可以处理到深层的问题之外，可以收紧你的筋膜，不管你是浅层或深层脂肪，它都可以处理。当你在收紧筋膜的时候，就像他讲的哈，它可以同时托提住你的双下巴，托提住你的下颌腺体，还有你的下颌缘。corset 它就像马甲一样，它是来来回回的这样的固定，像马甲一样把我们的紧括肌重新把它锁紧，所以它维持的时间、维持的效果相当的持久。如果你今天你有双下巴的问题、下颌缘的问题，你单纯从耳后拉，其实那个效果是不持久的。哪些人脖子拉线或者是做消脂针一定没有用的？我们可以看这几个图，这里这样特别的松的地方有一些像火鸡脖，比如说这是很有名的艺人，这个在男生这样的脖子特别常见。一般下巴比较短的人，脖子的这个角度、这个线条就是一个很陡峭这个角度。我们做完之后，你可以看到它马上就缩上去了，颈合角的角度就出来了。我们再看，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什么？它原本有火鸡脖，它的脖子下面这个地方啷啷的。有些人他的表现是一条一条的那个直的脖纹，很多人以为这是皮松了，不是，这不是皮松了，这个就是中层的筋膜松了。我们做这个 corset 紧廓成形术的时候，很明显脖纹消失了，颈合角又跑出来，这个就是 corset 紧廓成形术的威力，它的效果特别的持久。我们再接着看哦，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双下巴，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不是单单的就是整片皮很多啊，或者是肉很多，你从侧面看，它的下巴这里好像有一球东西在这个地方，就是深层脂肪垫太大。那我们在做 corset 的3层次的时候，你把这一个深层的脂肪垫我们把它拿掉，很明显你可以看到它的颈合角就跑出来了，就会变得很漂亮。还有一些人这个地方你会有一个感觉，他在手术前你会觉得他脖子很短，看他的整个脖子好像就这样子而已，下缘它的角度就这样连下去，好像是架在肩膀上。同一个人我们做完 corset 之后，你会觉得他脖子好像延长，这就像一个人当他没有腰身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就是比较圆筒状。可是他一旦有腰身的时候，变得很修长。你为什么在逼我？那我们讲的这些是针对手术。如果真的不想手术，有没有别的方法？很重要一件事，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想要处理你的双下巴、处理你的下颌缘，你要先判断出来你有没有深层的问题。做完超音波，有这个深层脂肪垫的问题，想要明显的改善下颌缘，还有双下巴的问题，可以用这个8字美人线。8
字美人线它包含是2个部分，第一个是如果你本身皮下脂肪比较多，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溶脂，再做这个八字美人线，它跟传统一般拉线不一样，一般拉线就那种直进直出的或是稍微有点曲线的，我们在里面做一个环形的，这环形的线在组织里面一收缩，才有办法让你的皮肤跟底下的筋膜做一个贴合贴紧，效果才会持久。双向做一个环形的收缩，这样一拉，拉完的时候，你的这个下颌缘就会出来了，双下巴呢就会收上去了。如果深层脂肪不是太大的问题，你坚持不想要手术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明显改善你的下颌缘跟双下巴呢？也是有的，就是用这个八字美人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八字美人线的效果。你当然会看到说，哇，这个效果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不是修图的它原本双下巴跟下颌缘都糊在一起了。做过超音波的扫描，它深层脂肪垫其实并不厚，深层脂肪垫跟你的体重是没有关系的。有些健身房的教练他来做这个 corset 紧或强心术，他体脂肪很低可是他这里双下巴还是很明显，因为它是深层脂肪垫，深层脂肪垫跟体重是没有关系的。他这个是因为他发胖，他的这个双下巴下缘都不明显，一定会有深层脂肪垫的问题吗？我还是那句老话，深层脂肪垫它跟体重是没有关系的。这种状况下，我们刚刚做八字美人线就可以有很明显的一个下颌缘的一个效果。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个下颌缘跟双下巴比较没那么利落，我们帮它做完以后就变漂亮，角度就不一样。这是另外一个案例，它的这个皮下脂肪不多，所以它不需要溶脂，单纯做这个美人线，用线的方式就可以把它的这个下颌缘做出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受到女生欢迎的一个术式这也是我们郑医师即将要接受的这个术式，这样他以后就不需要再帮我打文字。Hello， 欢迎大家收看科普医美新知。OK， 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其实是很多人在意的，可是呢，很少诊所或是很少医师敢针对这个主题来讲解，因为这个主题呢听起来很简单，可是你要很有把握才可以。今天的题目就是关于苹果肌的拉提。首先要讲到底什么是苹果肌，你看每个女生都知道，现在很多男生也都知道，可是在医学上面，像我是做颜面重建的嘛，可是我一开始听到民众讲苹果肌，我想说Apple muscle 吗？还是说苹果肌是我们口语的说法？那真正在医学上面，我们在指的是这一区，也就是眼睛到法令纹中间的这个区域。这一块其实不是肌肉，中脸这里有5条肌肉，可是苹果肌是这些肌肉上面的一坨脂肪。苹果肌这个区域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俗称中脸的这个地方。我们的脸分成上脸、中脸、下脸跟脖子。那为什么中脸拉提它很重要？因为这个苹果肌在我们脸的正中心。我有时候用这样一个比喻，大家就容易理解。就像我们一个人的中心是什么？是胸部。不管男生或女生，我们都希望胸部是挺的，挺的看起来有活力、有朝气。如果它今天是垮的，它是垂的，当然就不是那么美丽。一样，你的中脸在你的脸的中心，就很像你脸部的胸部一样。不管你的苹果肌是大还是小，我们希望它是挺的，而不是垂的。可是为什么很少人、很少医师、很少诊所针对苹果肌拉提这件事来谈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脸的拉提分成上脸的拉提、中脸拉提、下脸拉提跟脖子拉提。你知道在医学上面哪个部位是最难拉的吗？中脸。对啊，因为我都已经讲了，对不对？那哪个部位算是这些项目里面比较简单的呢？你知道吗？上脸吗？对，是上颚。如果一个医师他要进入拉提的领域的话，最容易学的应该是上脸。但是最困难的是中脸大家会很惊讶，因为中脸这么复杂，甚至台湾卫福部列出这个手术难度上面，脸部的拉提里面，它特别把中脸的拉提把它独立出来，它需要特定的资质训练。那为什么呢？中脸拉提、苹果肌拉提有这么难吗？今天我们就要就苹果肌的拉提来跟大家解释。那就像我们平常在讲的，所有的医美整形项目，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仪器、注射微整、微创跟手术这4个部分来讲解。但是首先我们要讲一个仪器，仪器在做中脸拉提，不管是电波、音波，它在中脸拉提的角色其实是很弱的。你用电波、音波，你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力量打得再强，它的拉提效果就不是很理想。
怎么做呢？他就会觉得哦，他的苹果肌就是垂垂的，或者是有些人我把能量开很强，达到了溶脂的效果，你的苹果肌变小了。可是它却还是不见得有挺立的效果，所以在中脸的部分，苹果肌的这个部分，仪器的提升，我们直接先把它踢掉，因为在普遍医师认为之中，用仪器来拉提中脸的效果是最差的，我们就先仪器就移开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就是苹果肌的拉提，就是一个是注射微整，一个是微创，另外一个是手术。我们来看一下。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现在讲一下中脸的构造。为什么在医学上，我们认为中脸拉提它是特别困难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是什么图？脸上一条一条的疤痕、刺青、赛德克巴莱，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脸上的韧带啊。我们脸上的韧带有非常多。什么叫做韧带？韧带指的就是把我们脸的这些组织固定在脸的骨头上的构造，就叫做脸部韧带。讲得更容易懂，就像我们今天一个房子，你要撑它，把它撑起来，你要靠的是什么？梁，还有柱子，你才有办法 hold 住这个房子。你的脸今天要 hold 住，就要靠你脸的韧带。随着这10年，人们在这个脸部解剖学的研究，我们又发现了好几条脸部韧带，以前都没有发现，你们觉得好奇怪？对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当然医学的进步，再来显微医学的一些进步，还有很多核磁共振的一些活体的研究。因为有些东西、有些构造是在活人身上比较明显的，但我们平常在做解剖的时候，你不太会抓活人来解剖嘛，对不对？有点可怕的。这几年我们发现，原来脸上的韧带有这么的多。大家请注意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中脸这个地方有很多条？事实上，这几个名称，甚至有些老医师他还没听过。他可能印象中就只有眼眶固定韧带、颧弓韧带、下颌韧带。事实上，你看我们中脸有这么多个韧带，因为有这些韧带的存在，把脸分成一区一区的，就很像房子，它是有墙壁的，把这个房子分成一个一个房间。那我们的脸不是分成3层吗？浅层是皮肤跟皮下脂肪，中间是筋膜，深层有深层脂肪垫，所以浅层的皮下脂肪，你看它被这些韧带在中脸的部分就分成这好几块。这张图是深层的部分，因为这些韧带呢，还有肌肉的组织，把我们的深层的部分分成好几个区块。请注意区块这件事非常的重要哈。我们的中脸在你看来，这不就一坨肉就是苹果肌吗？可是你去看，有很多的人他年纪老了。它随着它老化，它开始有出现泪沟，它开始出现眼颊沟，它开始出现猫咪纹，它开始出现法令纹。你会发现这些脸上一条一条的沟、一条一条的纹，它其实对应出来的往往就是这些韧带的位置。所以我们的中脸被这些韧带分割成好几个区域，所以它并不像你想象中的它就是一坨肉而已。事实上，你看起来表面是肉，但它底下的构造非常的复杂。到现在很多医师都搞不清楚再加上它除了被这韧带分好几区，它又分成好几层。你可以想象一个立体的构造。因为它很复杂，所以它在做提升的时候，也往往不像你想的那样。所以我首先要讲的就是苹果肌的提升，用微整注射的方式。不管你今天注射的是脂肪，或者是玻尿酸，或者是其他的填充物，我们很常听到一件事，告诉你说，我们可以借由打中脸的某些区域来改善我们苹果肌的下垂，我们可以借由打苹果肌的位置来改善法令纹。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不要被话术了我们按照解剖来看，我们最常在做苹果肌拉提的时候，最常打的区域是这一区，颧骨上面这一区。很多人说我打这个地方，你的苹果肌就会上提。那有些人就是我打在苹果肌的这个地方，你的法令纹就会减轻。可是事实上，很多时候你刚打完的时候，你看镜子，真的也有挺上去了。可是我们不管在做什么疗程，很重要一件事，请大家记得，我们要看的不是当下。就像我常常在讲说，你用线拉完，哇，当下很有效。你今天做完电波、音波，给你看半边脸，当下很有效。各位，你回家拿吹风机吹自己的脸，吹15分钟，当下你吹的那一边也会很紧啊。但是当你换完衣服一出门，它就掉下来，没有意义嘛。所以我们要看的是它后面真正的效果。
国外的教学的网站，他们在讲说用填充的方式来做提升。那最常填充的位置，一个就是这里颧骨这，另外就是打在苹果肌。刚打完其实很好看哦，可是你真正去看它，我们直接看它几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一件事，它提升的效果非常有限，但是它的颧骨却变大了。然后它的法令纹没有因此得到任何的改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刚刚说了，我们脸上这有韧带，有眼环骨韧带，有颧弓韧带，有咬肌前韧带，还有这里还有一个这几年发现的我们的面横韧带，这里还有一个面中框格。这些韧带、这些框格把你的脸分成一区一区的。那我刚刚说了，我们最常打的是颧骨这个位置、苹果肌这个位置，打在这些位置上面，它表现出来就是这个东西，它就在这个区域里面，它并不是真正的拉提，它真正的效果就是什么？它就是鼓起来 ，tenting， 就像搭帐篷一样 tenting。因为它鼓起来，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错觉，觉得它是不是提上去了？但是我们从结果上看得出来，它事实上它不是真的拉提，它并不会真的平移上去。有实际上的研究，2019年、2020年跟2021年分别都有研究论文，他们就去做实验，不然它是在核磁共振上，或是它在活体上面，他用大体老师他分别注射完以后，他用 3D 扫描，或者呢有的是用核磁共振去看是不是真的有往上拉提，结论都是没有的。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像这样用注射来达到拉提的效果，严格来讲，改善的是视觉的效果，而不是真的往上提。什么叫视觉的效果？你把凹陷的地方填起来，改善的是凹陷，所以你看起来会比较年轻。那它改善的不是下垂。再来第二个，你把它填起来，它鼓起来，你会以为它是上提，事实上它只是膨出来。第三个就是通常在最鼓的那个点会最亮，就像我们在化妆上会用这个原理嘛。对。有的打阴影啊，看起来就要凹下去的感觉。打亮的它就好像鼓起来感觉一样。那最鼓的它会最亮，你就会有错觉，就它好像是上提，可是它其实没有真正上提的作用。所以为什么我常常会接到客人，他会抱怨之前诊所说，哇，他跟他讲说打苹果肌，然后法令纹会上提，结果他发现没有，因为注射。处理苹果肌，它并没有办法真正让整个苹果肌往上提，所以注射上提苹果肌它的效果可能不是很理想。有些人都说，那注射还有一个方法他就说，那打消脂针呢？打消脂针。我们看这是国外一个网站，你看的打完好像比较年轻啊，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它下垂苹果肌的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其实它还是垂的。请大家弄清楚一件事情，消脂针它的作用从头到尾都是为了消脂肪，它没有办法收紧你的组织。这也有很多篇的研究论文它会告诉你说，消脂针打完你皮会比较紧，不会哦，并不会。所以打完消脂针，你的脂肪会变少，可是苹果肌下垂的部分会因为消脂针的上提吗？不会。很多人他的法令纹上面会有一坨这样的脂肪，这一坨脂肪怎么回事？它其实是苹果肌往下滑了。当它往下滑的时候，你的肉就会堆在这个地方嘛，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法令纹上面一坨肉，那很多人就会有一个错觉，那我是不是打消脂针它就会挺上去？其实没有，事实上有更多的人他在这个地方打完消脂针之后，他脂肪溶了没有错，可是他这个地方就很像一个气球，它泄了气之后它变得更松，消风了。对，消风了，它变得更松，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有一坨肉在那，它苹果肌还是垂的。所以你用注射微整处理苹果肌，不管你是用填充的方式，你用加法，或者是你是用减法消脂针的方式，对苹果肌的拉提有没有效？坦白说，效果不是很 OK。接着我们就要看另外一件事，我们在讲微创拉苹果肌。微创拉苹果肌当然最主要的项目就是什么？用线来拉。那用线拉苹果肌，它有没有作用呢？它有没有效果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可是这里我们就要看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说过，我们的脸它有相当多的韧带，就像这个图一样，这里就是浅层皮肤跟皮下脂肪，中间这一层就是所谓的筋膜，它以下呢就是深层的部位。
你会发现这每一层之间，它靠着韧带去连接它，就很像一个房子，柱子贯穿每一个楼层。当我们今天用线去拉它的时候，事实上你就必须要穿过重重的阻碍。你要想象假设你今天拉线是这样一条直的线，你的线呢穿过一层一层的墙壁，就很像一个铁链，穿过这个墙壁。我的目标是2个房间以后的一块东西，我这个铁链穿过这个墙壁，啪啪啪，好，力量很强，穿过2双的墙，你拉，你来拉它，你会发现一件事。它的效果已经被墙壁挡掉很大一部分了。我们再看这是另外一篇研究论文它在讲我们法令纹上面的这每一个区域，它的横切面。你看这中间这个紫色就是中年的这个眶隔韧带，你看起来表面是一片的，可是底下是这样一层一层的一个构造，然后被我们这些韧带、这些眶隔都把它隔开来。就像我刚刚说的是墙壁，所以如果你今天拉线是这样直进直出的方式，你的铁链穿过这些墙壁，它的效果一开始，好像拉得动还不错，但很快的，它的力量就会衰减。所以你会发现，很少人会去强调说，哇，我拉线拉苹果肌效果多好。还是回到那句老话，当下做完都很好啊，不要说几个月以后，很多人1个月以后就没效了。我们要看的是后面到底有没有效，那才是真的。所以怎么办呢？这个3D 动画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已经在很多国际会议上把这个方法，这其实就是我们的3代8字的方式。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线是环形的，然后呢，它是走在筋膜下面，红色是我们的筋膜，它有一个一个的墙壁挡住。可是因为它是环形的，我们走在它的下面，走在这个下面用环绕的方式，这是什么意思？今天呢，如果你这个线你穿过这个墙壁，你的线力量会被它消减。那我这个铁链，我穿过墙壁之后，我在那边绕一圈回来，它是环形的，我借由我这个铁链这样来回的去收紧，我是不是就可以控制我这个拉的力量？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直直的线穿过这个墙，你怎么拉？你会发现你的线的这个力量会被墙壁抵消掉。可是当它是环形的时候，我来回这样一个一个圆圈，一个一个 loop， 我们这样去环绕，它对于处理中眼的效果就非常的好。什么叫非常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很多人他这个苹果肌，很多医师也很困扰，他最难处理就是苹果肌下垂的这一块。我们用环形的方式处理，我们可以把这一块下垂的部分有一个很明显的效果。我们再看这里，你看为什么我们老化的时候，这里会多一块肉，而这里会凹陷下来？因为下垂了。那我们用环形的方式处理，把这一块下垂的苹果肌把它往上拉，你会发现一件事：第一个，你的苹果肌变挺了；第二个，你法令纹变浅了；第三个，你中脸苹果肌凹陷的部分同时也改善了。我们再看，这是另外一个案例，特别是有一些部位，有一些人他会说这个拉线拉不到哪里，鼻翼旁边的这一块。传统你用直进直出的方式拉不到，因为这个地方的韧带特别强韧。这里有一个韧带叫 maxillary ligament， 就是上颌韧带，这是2012年 Mendelson 这位学者他发现的一个韧带，在鼻翼旁边这个韧带。一般直进直出的线遇到了这么强韧带，它就无法解决。可是用八字这种环形的方式，它就可以得到很明显的改善。最后一个主题就是手术拉提苹果肌。手术拉提苹果肌其实是很困难的一样技术。为什么呢？因为中脸这个地方，它不止韧带多，它的表情肌非常的复杂，它的神经走向非常的复杂，然后这里还有一多列的血管。偏偏我问你我们脸最垂的地方是外侧还是内侧？内侧嘛，对不对？偏偏它是最垂的地方，所以有很多人他做完手术之后，他觉得外侧紧得要命，内侧还是一样垂，非常常见。所以中脸拉提，我刚刚前面就提了，它其实是拉提外科的一项修炼。做中脸拉提在以前很常使用一个方式，就是从眼睛这个地方开。这个方法好不好？也不错，但是它有它的局限在，我们要慎选 case。 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它其实呢就是开眼袋的方式，从这边打开，然后呢进去做一个拉提。可是问题来了，我们脸这个地方不是有韧带吗？因为眼睛这个地方伤口比较小，就跟眼睛一样宽，所以一般而言，我们如果从这个地方开，这个眼眶空间打得开的。可是问题是下面这些韧带它打不开，
首先我们眼睛这个位置，你没有办法说我把眼睛拉开完还得了，醒过来眼睛也裂开这么大，不行嘛，对不对？它的伤口就是得要这么小，所以我们从眼睛下面这个地方开的话，它最主要能够处理的范围大概就是这一区。如果你今天苹果肌下垂是偏下面这一区，靠近法令纹的这一区的时候，你会发现用这个方式它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医师跟你说啊，我开眼袋的时候，我可以顺便把你中脸吊上去啊，他很开心嘛，多做的嘛，对不对？可是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好像法令纹改善很有限。所以请大家弄清楚一件事，从眼睛下面做苹果肌拉提，它最主要拉的是上半部的苹果肌，下半部靠近法令纹的苹果肌它是拉不到的，它是拉不到的。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的苹果肌很大的人、很重的人，你从眼睛这个地方去开，要小心，一个不小心会怎么样？会造成眼袋外翻。为什么？太重了，就会把你的眼睛往外扯，像对，像做鬼脸一样。所以手术拉提苹果肌，从眼睛开，只能改善上半部的苹果肌，下半部针对下苹果肌，针对我们的法令纹，效果是不好的。那手术拉皮呢？很多人都以为手术拉皮是最强的，它一定可以改善我们中脸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吗？我之前有好几集的节目我在介绍手术拉皮，欢迎大家回去看哈。我们最近最新的这个在讲手术拉皮的分类，我觉得那一集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你对手术拉皮兴趣，你一定要看那一集，那一集我真的觉得很棒哈。我们手术拉皮里面其实分很多种，不管你今天你做的是传统拉皮单层次的，或者你做的是10几年前的筋膜拉皮，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最主要做的区域就是这一区，就是眼角以外的区域，眼角以外的区域，他们就是借由扯眼角外面的这一块来改善你的内侧。但是问题来啦，我刚刚不是说我们的中脸的韧带最主要一个在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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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在这。你会发现这个做法基本上它的力量大部分都被我们这些韧带挡住了。它是间接的拉提，所以很多用这种传统拉皮方式，或是用一般的筋膜拉皮方式在拉的时候，它刚做完很理想，有的做完几个月，有的做完1、2年、2、3年，它的中下眼就跟没拉一样，它的苹果肌是的，是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少医师他在做手术拉皮的时候，他敢强调他的中脸拉提力量非常强大。可是现在我们这种3层次拉皮 extended deep plane 的 radiectomy 我们不随便乱取名字，我们讲真正在医学上的名字是这个，但是我每次都讲一段英文，大家很难念，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叫3层次。3层次拉皮它真正做的范围，它做到了内侧，它做到了靠近我们的鼻翼旁边，它做到了我们的嘴巴旁边。所以真正有一些老医师啊，你如果去问他说我们拉皮是不是做到内侧，他说没有啊，都是做到眼睛外侧这里而已。不是的，现在是可以做到内侧。做到内侧它依什么？我们可以直接肉眼看到你苹果肌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有些人他苹果肌下垂，这里有一块，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平移上来。原本有猫咪纹的人，他平移上来的时候，他的苹果肌下垂改善了，他猫咪纹也改善了，他法令纹当然也改善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标准一个老化的象征。你看到什么？他的苹果肌下垂了，所以压出了我们的法令纹。你看到什么？它下垂了，它的猫咪纹变得非常的明显。你看到什么？因为它下垂了，所以它有全带的问题。经过3层次拉皮之后，我们做到内侧，你可以看到它苹果肌上去了，它猫咪纹同时改善了，它的苹果肌就是挺立的，它的全带也改善了。一样的道理，看到刚刚那个是一个男生，现在是另外一个女生，你看到什么？它苹果肌下垂了，下垂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中脸苹果肌很凹。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赶快填，赶快塞。这样真的对吗？你想想看它已经是一个松弛的状况，你再填东西进去，刚开始它是饱满的，可是它是松的，它根本 hold 不住你填的东西，所以你填进去的东西反而是一个加速它下垂的因素。这种状况，我们做3层次，我们把它的苹果肌往上提，你发现一件事，它的苹果肌下垂改善了，然后我们没有填任何的东西，它的苹果肌也比原来饱满。事实上有一个研究，他们研究3层次拉皮，它术后去做3D 扫描，它的苹果肌在做完手术之后，它没有填任何的东西，但是它的体积会平均增加1cc 到1.8cc。
你不用填任何东西，只是靠拉提而已，它就会上去。这跟传统不一样，传统如果你是从往外用扯的，你的脸都是扁的，好，是不一样的哦。这是另外一个案例，你看。很多人他会告诉你，靠近鼻翼旁边这一块是无解的。可是三层式拉皮，因为它会直接做到内侧，所以你看到它的苹果肌上提之外，大家很多人最讨厌鼻翼旁边最深的这一块，它都可以改善。而且三层式拉皮，因为它已经做到内侧这个地方来了，它既然已经做到这个地方来了，你会发现它不仅把苹果肌上提，我们可以把边缘这些多的组织拿掉之后，再从这里直接拿来填这个凹陷的部分，拿你不要的组织来填你凹陷的部分，直接填到这里来，因为我们已经做到这来啦。我们再看，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这个在以前啊，在古代就是安慰他算了，年纪大了就这样吧。因为中年太难做，可是现在我们可以明显的把这一块下垂的苹果肌把它变成挺立，这绝对是同一个人，你看他的鼻子就知道。然后你可以看到苹果肌下垂改善了，这个苹果肌就是年轻人的苹果肌，它是挺的。我们把这个下垂的这块苹果肌重新复位，它变挺了，所以它的苹果肌没有这样垂之外，它这个凹陷也改善，然后它的颧带也改善。而且因为我们都已经做到这了，你看这个细纹在以前是很难解的，我们现在可以把多余的你不要的筋膜直接拿来填在，直接拿来塞在凹陷的细纹上面。你会看到马上年轻非常的多。一样的案例我们有非常的多，欢迎大家可以来询问我们。欢迎收看《打破医美新知》。打破医美新知，打破医美六十，没关系啊，就继续啊，我觉得还蛮自然的、啊。没事，把两个合在一起的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很特别哦，这个大概也是一般医师不敢讲，我觉得有时候讲太多，然后就会被骂。可是我觉得这是事实。其实大家看到所有在讲医学美容的东西，如果你是看这个诊所啊，或者是一些广告，永远都是跟你说好的，对不对？都不会跟你说不好，几乎没有嘛。不好的都是客人遇到以后才会骂哦。可是其实就像有时候客人来，我会问我说，我这个到底应该要拉线、打电音波还是要手术？然后我就会跟他们分析，打电音波恢复期最短，但它的维持时间也最短，它的效果也最弱。那拉线呢，当然强很多，可是拉线呢，肿胀的时间呢4-5天是要的。再来就是拉线的过程，它是一个侵入式的，有些人他可能害怕。那手术呢是更终极的，但手术也有分很多种。大家看，如果有兴趣可以看我们前面在讲手术那10几集的影片。好，所以千万不要被弄错或是被骗，因为现在真的很多都骗人的，很多跟你说我给你划一刀，你以为就是手术，其实它里面也是埋线，被诈骗。对，真的被诈骗。如果是手术拉皮的话，真正有效的手术拉皮，它当然最强效、最长效，当然有伤口啊，恢复期也比较长。每个东西都有优点跟它缺点，你要想想看，如果一个东西它只有优点没有缺点，不要说全台湾做它，全地球、全宇宙都会做它，很难吧？没有可能嘛？因为如果有个东西它都只有好的那一面，那其他东西通通被替代。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销售人员他在卖东西的时候，他都讲的天花乱坠，真的是讲到说来自外太空的科技，这是 AI 智慧的结晶，这是奈米的东西，这是3D、4D、5D、8D， 没有，其实东西都有一拍一体两面。一样，我们今天要讲一件事，就是线。其实我们做线10几年了，那所以我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它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它的缺点。我今天就是要非常大胆的来聊说，线雕到底有没有副作用？第一个，很常遇到。会有人跟你说不要埋线啊，埋线之后可能会造成纤维化，会造成以后手术的困难。其实什么叫做纤维化？我们要先了解纤维化这件事。其实我们所谓的纤维化，我们组织里面它因为受伤了以后，长出了一些纤维，再来就是纤维造成的粘连，这个才叫做纤维化。什么叫做纤维？你知道纤维的本质是什么？说出来你们一定吓一大跳。纤维到底是什么东西？脸上的纤维，身体的纤维是什么？没听过。不知道，我知道。纤维它最主要的成分，它99.9%的成分就是胶原蛋白。你知道吗？很好玩哦，人们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同一个东西我换一个词，对它的喜恶就不一样。哇，满满的胶原蛋白哦，好开心哦，满满的纤维听起来好不爽哦。那其实纤维它的本质就是胶原蛋白，可是如果这个胶原蛋白它的排列不正常，或是它不是我们要的，而导致粘连，我们就叫它纤维化。所以其实你做什么事情刺激你脸上胶原蛋白，打雷射会不会刺激胶原蛋白？打针、打玻尿酸、打肉毒会不会刺激胶原蛋白？
也会啊，也会啊拉线会不会线本身材质会不会造成胶原蛋白？也会。问题是自己长出来的胶原蛋白，它的排列是不是你要的？你做的对或不对？如果你今天做错了，导致粘连，那个就是我们不要、我们讨厌的纤维化。所以说线呢，它的确有自己胶原蛋白增生，那这个增生出来的胶原蛋白会不会是你要的？可以增进拉提、增进紧致，还是你不要的？在于医生懂不懂怎么做，这很重要。你如果是乱拉，我等一下后面给大家看乱拉，有些地方不该拉。然后他去拉，就会造成它纤维化，就会造成脸凹凸不平。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常常开刀遇到有之前给人家乱拉的，它里面真的就是粘连啊，是有没有办法处理？我有办法处理啊，因为我拉皮手术做的很多，我知道怎么去处理它。有些医生他可能 maybe 经验不是那么够，他可能就没办法处理。这我在举例，比如说一个人来，他脸上打了太大，变蛮化脸。不要说太大，因为觉得他还没有打就先蛮化了。什么意思？脸变得很大，或者是它里面之前呢打小针美容，那有些医师因为经验不够，我们就有办法取，因为我们做的够多。再来，他用的手术方式也有差，因为大部分手术拉皮只做到这里，这一区他做不到，他当然没办法处理。那像3层式拉皮是从这一区到这一区每一层都会做，好，那就像我们的脸呢，就像三明治一样，它是一层一层的。那3层式拉皮呢，它就是把这一层一层的，我们会把中间我们不要的东西去把它清除，让它变干净。所以同样有些医师听到你没有埋线，他就没有把握可以做，可是对我们也这都不是问题。所以这一题它的答案是你拉线会不会导致以后手术困难？首先帮你拉线的医师要对构造够了解，他做的方式是对的，就不用担心。第二个，如果你说怎么办？我之前已经被拉过了，那我还可以手术拉皮吗？那你就要找一个手术经验丰富的、不怕这个问题的、有办法处理的医师来处理你这个问题。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线会不会造成凹凸？甚至造成永久性的凹凸。现在用的线呢，大部分都是可吸收的，但几年前市面上是有一些不可吸收的线，它也是合法的。我举个例啊，坦白说哈，因为当然会觉得你脸上有不可吸收线怪怪的，但是在医学上来讲，其实是没有关系。什么意思？比如说你今天隆鼻的人，那个隆鼻放进去的东西是可吸收吗？不可以嘛，所以它一直在那。你下巴会吸收吗？不会啊。你放额头不会啊。那会怎么样啊？也不会怎样，它跟你人体相容，所以不可吸收线它其实跟你的人体一样是相容，坦白说也不会怎么样。那只是这几年，当然大家有些人会想说，我脸上放了不可吸收的东西会不会就觉得怪怪的？所以现在大部分市面上几乎都是可吸收的线。可吸收跟不可吸收的线，你如果没有拉好，是有可能会造成凹凸的。那可是呢，大部分的凹凸呢，有时候你会听医生说没有关系啊，等半年那个线慢慢吸收了就好了。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们来看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脸。我们把这张脸标成这个我们的脸呢依照韧带的排列这个是上颞韧带眼眶固定韧带、颧弓韧带、咬肌前韧带、下颌韧带，刚好把我们的脸分成内侧跟外侧，内侧脸跟外侧脸。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东西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线呢拉提要有效，一定要跨过韧带。如果你今天线拉提呢，我们看就像这个是内侧脸，这是外侧脸。如果我们今天线拉提只是从外侧这样子拉，好，你现在就看衣领，我现在很大力拉了，有没有？哇，这里拉得好紧哦，可是你看它的法令纹几乎没有动，有看到吗？改善很有限，对不对？改善有限，因为这里被韧带挡住，从这儿这个就像是一堵墙一样，把我们的脸分成内侧跟外侧。好，你想想看，你今天隔着一堵墙拉线，跟你这个线直接穿过这个墙来拉，那个力量的传递一定差很多。这张帅脸，拜托，这什么态度？但我不是自恋狂我这是不得已的。我给大家看像这个是很长一些医师他拉线用的路径。我刚刚说了我们拉线一定要跨过韧带才有用，但是跨过韧带的条件是不能走得太浅。什么意思？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动画，这个是我们的脸这个是皮肤，这个是皮下脂肪，这是深层的部分，这里红色这条就是筋膜。所以我说我们的脸呢有3个层次，像三明治。最上面这个皮肤跟皮下脂肪就是三明治最上面的那一块面包，中间红色的这个筋膜呢，就是三明治中间夹的火腿，然后最下面这个深层呢，就是三明治最下层的另外一层面包。所以我们脸就像是一个三明治一样分3层。那这个韧带呢，你看这个像树一样，这个是韧带。这个韧带是什么呢？它就是从骨头，从最底下这骨头长出来的一个触手。
这个触手呢，它穿过一层一层的组织，你可以想象有一个三明治，最底下呢有一个触手穿过这个三明治，一层一层的固定什么？它抓住这一层的东西，把它固定在骨头上。所以我们脸的道理很简单，就是这些韧带从骨头长出来，穿过这3层的构造，把它 hold 住在脸上。所以我刚刚前面给大家看了，我们脸上有很多韧带，我们脸就是靠这些韧带把这3层的东西固定在脸上。好，重点来咯，这个韧带呢，它越走到表浅的时候，它会像树干一样这样分开。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拉线的时候，你都是走在浅层，你会发现这个导钩有没有？你看这个导钩，我们线上面有一些导钩嘛，它就会勾到这个树枝，勾到树枝会发生什么事呢？你看啊，勾到树枝，它一拉，用力一拉，哇，这里就凹下去了。我要讲的意思是，我们一定要跨韧带，没错。可是你在跨韧带的时候，如果你走错层次一拉，哇，它就凹凸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最常发生的时候就是它勾到了这个韧带，它脸就凹下去了。你看脸就凹下去了，凹在这个地方，笑的时候就会像小丑，这个在医学上叫 Joker Smile， 它就是勾到了韧带。不止这样哦，还很常会发生，你看它勾到韧带，你看凹下去，是不是就很怪？那很多人会想说，这种状况啊，过一阵子是不是线吸收就会好了？真的是这样子吗？像这个很多人他拉线的时候呢，他就是不小心线去勾到了这个韧带，走到浅层，就变成更严重的猫咪纹。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夸张？脸就凹凹凸凸的，这个是勾到前弓韧带啊，还有勾到内夹韧带，就会造成脸这样凹凹凸凸的。那你说这些凹凸会不会线吸收就不见？很难说吧。我跟你说，很多时候是永久都会在的。大部分会不见，可是如果它后面造成了粘连，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凹。最常见的位置在这，所以各位，如果你们以前常常在其他这种拉线里面，赶快检查这个位置，在脸颊这里，什么意思？来，我们看一下依林哈，那我们转过来依林，当然依林的脸比较肥硕一点，很敏感。一般我们正常脸颊如果有凹的话，这里是颧骨，这里是咬肌，在颧骨跟咬肌交界的地方，这里会微微的凹。正常呢，它就是这样微微的一个凹。如果很瘦的人或脸凹的人，这个比较大片。可是我们很常看到像这个图一样，它这个凹是这样长长的一条，这样子长长的一条，这样长长一条。那这一种凹，对不起。就算你线吸收了，过2年3年它还是会在。就是因为医师在穿线的时候，他的线勾到了韧带，而且呢穿的状况不是很理想，就造成了粘连。所以线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甚至我们常常遇到有些时候，尤其是那种直进直出的线要做，非常的简单。可是其实大家要注意的是它后面衍生的问题，因为只要是拉线，你有时候不管怎么样，你乱拉，当场都会看到它比较紧。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过1个月2个月他就掉下来，为什么？因为他只是单纯靠导钩在勾的时候，那你吃饭讲话做表情动一动，它就脱钩就掉了。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它怎么样造成粘连，就造成凹陷，所以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有没有遇过拉线那个线穿出来的？很粗的，有给大家看一些照片，这个线顶在这个嘴角这个地方，一颗在这个地方，然后摸到就会痛。为什么会顶在嘴角？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线的做法就是用那个直进直出的线，它就这样。一般的做法很多医生他做线是这样，他就这样线拉到嘴角这里，他想说要勾这个木偶纹这里嘛。好，结果你笑一下，笑的时候，他笑的时候是不是这里肉往后缩？于是这个地方的肉就勾到了这个地方的导钩，然后没有表情的时候，他一缩回去，线就被拉扯下来，再笑，哇，又勾到上面这个钩，然后再放松，它又被拉下来。于是这个线就顶在那里了。所以我一直说这一种直进直出的线，它是非常不稳定的，一定要像我们做那种八字那种环形的线、套索线。大家可能不知道八字到底怎么做，套索是什么？赶快下去看这个影片的连结，有在解释什么叫八字，什么叫套索固定。好，我们再看到，你再看，你看到线顶出来，线顶出来很常见。所以有些医师就说，哎呦，既然这个笑的时候会这样勾到，然后穿出来，勾到穿出来。那我们就把线做到侧面就好了，就不可能会有这样子被拉扯的问题。问题我刚刚讲啦，你的线做侧面没有做到内侧，就像我们再看一次10，你做外侧，我很用力拉，怎么拉？你们看法令纹、木偶纹还是在那里啊，所以做外侧它效果很差。这种要解决唯一的方法就是八字环形的固定的方式。好，你看这个好多像你看这个，那这个是什么？这个都不是在我们诊所的啊，还没穿出来顶在那里，然后结果医生跟他说，我们等一阵子线吸收以后就好了。结果他就顶啊，有一天那个线就穿出来了，里面就一个洞，然后后来把线拿掉来不及了，它里面就变成一个超可怕的那个疤痕跟痘疤。所以线穿出来除了很奇怪之外，摸到会痛，最好要处理。你如果等了它自己在那边吸收，如果在它还来不及吸收之前，它就穿出皮肤了，就很恐怖。然后我给大家看这个东西，不是跟大家说线很危险不
不要做。今天打玻尿酸有人失明啊，也有人坏死啊，可是你就不打了吗？不打就老了嘛。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其实做线它是很安全的技术，但是要会做，要选对，不要被当白老鼠，很重要。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一件事了。如果你有这个线的问题顶到了，或者是勾到导致凹陷，那怎么办？等它时间让它自己吸收。很多医师会这样跟你说，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因为他没有把握可以拿出来。不会处理，对，不会处理，所以它等它吸收。可等它吸收有什么风险？我刚刚说了，如果线是顶在那，在它吸收之前就穿出来，会造成非常可怕的疤痕啊。如果我们前面讲那个凹，如果在它吸收前它已经粘连了，那个凹就是几年都不会消。好可怕。所以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要取出来。问题是很多时候医师他买完线是取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线他就只是单纯靠导钩这样勾着。可是假设比如说像刚刚这样，我刚说它慢慢被扯下去，它的固定点已经跑下去了，它根本就捞不出来。但是我们在做八字的时候，我们很强调套索固定。所谓的套索固定呢，它可以有很明确的固定点，每一条线它怎么固定的，我们都找得到，而且它是不会移动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把线拿出来，是拿得出来，非常的重要，它可逆。如果今天做八字，它是可逆的，这很重要。八字线因为它这种特殊的这个套索固定，所以它可以拿得出来。好，再来。另外一个问题，也很多人问说，我拉线完可不可以做其他仪器？可以吗？首先其实我们有时候遇到说，客人拉线完再做电波，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很奇怪。你如果线拉得够强，干嘛还要做电波？好像也是哈。其实只是为了要赚更多而已啊。尖端科技的结晶，你一定要试看看。其实一个有效的疗程应该就要到位啊。再来是有些人他说，那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已经拉完线，我就觉得它不够强，我现在想要做电波、音波，可不可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首先，如果你脸的线是埋在浅层，你做这些仪器的时候，加热的时候会导致受热不均匀，有可能会烫伤。啊，真的？那当然，因为我们用八字线是走在深层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说浅层埋线它其实很简单，很多人都是走浅层，可是浅层埋线有很多它的缺点，它的效果不尽理想，然后它容易造成凹凸，然后你以后要做什么仪器打什么雷射可能会有影响，可能就会有观众问说，那为什么大家不做深层？因为要看医生会不会做。对，要看医师。好，拉完线以后脸看起来变得更大。当然，我们现在看一下画面中这个动画，这有两个动画分别在解释为什么浅层埋线会让脸更大。你看像这个第一个动画拉完，要颧骨变得更凸。好，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动画是在拉下脸，它拉完以后结果这个皮啊这些组织都堆积在脸颊、咬肌这样，让脸看起来更宽。为什么？我刚刚讲一件事，我们的脸呢是有3层，就像三明治一样。那这3层呢，它是互相滑动。如果你今天只是做浅层的埋线，你把最上层这个面包啊，三明治这个面包，把它往旁边拉，一定拉就是这样拉嘛，把它往旁边推，这一层组织通就堆在侧面，那脸就会看起来更大更宽，更大。这是你要的吗？不是嘛？所以我们有另外完全不同的做法。其实3代八字线是这样，3代八字线它的绕法是这个样子，它是这样子绕。那这样子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三明治这3层一起把它固定好。第一个好处是它绝对不会掉，绝对不会掉，也不会因为你讲话吃话做表情会掉。第二个，这个三明治我把它固定锁好，或者是你也可以想象像寿司上面捆着一个海苔，你把它固定好。固定好的结果呢，它是不是收缩变紧？除了你的组织会变比较紧实之外，它这种做法就不会有那种推挤到旁边变大的状况。所以反而做完3代八字以后，等到恢复期过的时候，脸是变小。所以这个跟浅层埋线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每次到国外演讲，每次结束完，我都会放一大堆这个数钱书，然后在那边闪，然后最后就会这样，这些不同人的照片就会变成那个字，变这样，有没有看到上面的字？那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观念，希望大家不要被话术。欢迎收看打破医美缪斯。各位大家好，其实我等一下要出国演讲，对，趁着空档赶快。你会想我们吗？会。我们这么可爱，对不对？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各式各样疗程要注意的事情，大家去看一些影片或是去诊所都会一直跟你讲说，哇，我们做这个多好多好，会怎么样多好多好。可是很少人会告诉你说，你做这个没有效啊。我今天又要跟业界作对啊，不是。大家知道我线做很多，我应该是台湾最早拉线的那几位医师，说我线做最多，应该大部分医师也不会反对哈。之前有医师就叫我线王嘛，可是我今天讲的题目，很奇特，哪些问题
拉线是没有效的。到处都有人跟你说拉线多好多好哦，拉线效果比电音波要强啊，拉线是微创，不像手术有恢复期，大家都一直跟你讲拉线的好处。可是我今天跟大家讲，有些问题拉线是没有效的。我们也常常遇到有客人啊，他来就抱怨说，我之前去哪里拉线都觉得没有用。怎么会这个样子？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假设这个是线，线上面有导钩或是有铃铛，基本上线的原理就是一端钩上面，一端钩下面，勾住，这就是拉线的原理。可是这种方式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跟缺点。什么问题呢？你想想看，你只是靠着导钩或是铃铛这样勾着，有时候你表情比较多，动作比较大，嘴巴张比较开，哇，那个线可能就这样脱钩就没效了。所以有些人会说啊，线才1-2个月、2-3个月就掉下来，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很常遇到有些人去拉上颚，用线拉，我一开始很有用哦，但很快就没效。对，你常常听到有客人抱怨说，之前要这样拉，为什么？因为眼睛它每天会眨动10000次，而且你没办法控制，所以它很快脱钩。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拉线的方式它效果会比较差。像我们拉线，同样的线我们是这样做，用这种环绕的方式、套索的方式，你不管怎么动，它都不会松脱，那当然比较持久。所以，首先拉线，有些人没效是跟你拉线的方法有关。可是我今天要谈的有些人他的状况根本就不该拉线。就很像我之前说，其实音波、电波它效果很好啊，为什么有些人他会抱怨效果不好？因为他就不适合嘛。那哪些人不适合电音波呢？我们可以看之前影片。我们今天现在讲哪些人他的问题是拉线没有效的。第一个，赘皮太多，很多人他会跟你说拉线没有效是看你松弛的严重程度，太垂的人拉线没有效，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那我们的脸分3层，对不对？我之前影片在讲这件事，浅层的皮肤老化叫松，中间那一层筋膜老化叫垮，深层的组织老化叫垂。基本上，如果你今天是筋膜或深层的垮跟垂，用线其实是有效的。你很垂，我一样有办法用8字线，用刚刚我说的这个方式，用环绕的方式。你今天中间那一层筋膜垮了，深层的组织垂了，我一样有办法把你吊上去。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赘皮太多，用线效果就很差。所以不是说你很垂就没有办法拉线，不是，是你的赘皮太多，你不适合拉线。很多人问说什么叫赘皮太多？我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哦，大家看这个皮有没有？你看这个皮哦，看到吗？什么叫赘皮太多？就是有一些人呢，他的皮啊太多余的，皮肉分离比较厉害，这一种拉线效果就不好。道理很简单，线它没有办法把多的皮去掉，只有手术才可以把多的皮去掉。我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件事？因为赘皮太多不一定是年纪大的人才有。像我们刚刚看这个影片，他的年纪有很大嘛，其实大概30几岁，他就是天生皮肉比较分离、赘皮比较多的人。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突然快速减肥，可能从100多公斤一下瘦了30-40公斤，一下子消下去，有一下赘皮太多，这些多余的皮，你靠拉线，他没有办法把这赘皮弄掉啊。所以拉线有没有效，不是看它垂的严不严重，是要看它那个赘皮的问题。有些人他是赘皮太多，像刚刚我们看到这种，他即使年纪不大，他拉线效果也不好。那这种我们真的就需要用手术把那个多余的赘皮去掉。这个事情很重要哦，不然很多人都会误会年纪大的人就一定不能拉线，不见得。其实有很多人哦，他可能50-60岁，他脸是垂的，可是你去摸他的皮哦，他的皮很硬哦，没有那种赘皮。这一种你拉线有没有效？其实是有效的，因为它赘皮并不多，它是里面的东西掉下来。所以你如果要自己看，我适不适合拉线？其中一个重点是，如果你真的是那种赘皮很多的、皮肉分离厉害的，那你就不适合拉线。第二个问题，有些构造它是用线拉不动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东西，就叫涡轴。各位看我频道的人可能已经听到这个词很多了，不过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涡轴，甚至有些医师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涡轴哈。涡轴是什么呢？就是嘴角外侧，有些人呢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鼓起来的小凸点。我们知道酒窝是凹进去的，涡轴颠倒它是凸出来的，它的位置呢就在我们嘴角旁边这个地方，不是每个人都很明显。
有些人这个位置会比较鼓。其实有窝轴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了，他随着年龄会更明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你如果没有这个窝轴的问题，你70岁也不会有窝轴一样啊。有些人他有酒窝，有酒窝他小时候就有了。你小时候没有酒窝，你长大突然会跑出酒窝来吗？不会嘛，对不对？你小时候有酒窝，长大以后也会有酒窝，只是那个酒窝会慢慢变垂，变得越来越长。一样的道理。窝轴也是天生的，你有窝轴的人小时候就有，随着年龄那个窝轴本身也会变比较大。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事情呢？因为窝轴拉线改善的效果很差。为什么？因为我们窝轴是脸上这边有7条肌肉的汇集点，它是肌肉汇集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拉线去把这个窝轴的肌肉去掉，那嘴巴就不会动啊。可是常常会有人误会，会把这块窝轴误以为它是嘴边肉啊，其实不是，它是7条肌肉汇集的地方，所以窝轴是没有办法单纯靠拉线改善的。第3个，肌肉的问题没办法靠拉线改善。什么叫肌肉问题？肌肉就是你动的时候。对啊，讲对了，动的时候才会产生的纹路，它是靠拉线没办法改善的。比如说抬头纹，动的时候产生这个抬头纹，这是肌肉收缩。我们拉线呢是没有办法去让肌肉不收缩的，所以肌肉的问题要用什么东西处理？还有肉毒。对，肉毒才是针对肌肉，因为肉毒可以麻痹肌肉，但线不能麻痹肌肉，所以肌肉的问题不能靠拉线处理。像我刚刚讲的抬头纹，你动的时候才会产生的纹路，拉线会改善吗？不会。一样的道理哦。有些人说，我这个地方鱼尾纹很厉害，我是不是这里拉线上去就不会有鱼尾纹了？也不是，因为线没办法改变肌肉的拉扯。还有比较常会被误解的，像什么地方呢？在笑的时候会产生这样一个细纹，一种肌肉型的法令纹，这个拉线有没有效？完全没效，完全没效，因为拉线没办法改善肌肉的拉扯。可是很多人会有一个错觉哦，他就说，我发现这个细纹，我这样用力拉就不见了。这个时候呢，请把这个视线放到我的胯下哈。不要误会，比如说这是我们的脸皮，我们脸上哦，有些地方它凹凹凸凸，它会凹通常有2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底下有肌肉的拉扯，因为肌肉在底下拉，所以它就凹下去了。很多人误解一件事啊，我只要把它拉平了，这个凹就不见了。你今天如果单纯把它拉紧，你用线拉紧了，这个肌肉会因为这样就不跟它产生作用吗？不会，肌肉只要一收缩，一样会把它拉下去，就像我们这个影片一样。你只要肌肉一收缩，那个纹路就会出来。所以你拉线处理这个肌肉纹路有没有？没有用。很多人都知道拉线对抬头纹没有用，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肌肉型的法令纹拉线也没有用。除了这个之外，更常误解的还有一种纹路。很多人笑的时候，这有一堆纹路。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哈，刘德华大帅哥嘛。那你看马云大企业家嘛，他们2个笑的时候，脸颊旁边就会像波浪一样这样产生的纹路。很多人也会误会一件事，这个我是不是拉线就会改善？不会，因为它一样是肌肉拉扯造成的，它是笑肌拉扯造成的，拉线会改善？对不起，不会。这样讲大家可以理解了。我们抬头纹可以拉线改善吗？不行。那我们肌肉型的法令纹可以靠拉线改善吗？不行。同样的道理，我们笑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波浪式的、涟漪式的纹路，会靠拉线改善吗？不行。这种纹路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有，我们其他影片有讲啊。如果你找不到其他影片，你可以直接赖或微信我们的小编。第4个问题，凹线。你有一个地方凹了，拉线它会改善吗？你会拉线那个地方，不就长出肉来吗？当然不会。你听这样讲很有道理，对不对？可是常常会有人就说，我这个法令纹是不是拉提上去就不见了？很常遇到客人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若宁，他这个地方因为骨骼的问题，对不起，我们看一下侧面哦。因为若宁他有一点点小鸟嘴，就是嘴巴有点小微凸，不会，还是很可爱。好。所以它的法令纹就是属于这个地方有点凹陷，很多人就会想说我只要把这个拉上去，法令纹不就没了吗？这也是很常有的误解。我们再把视线回到我的胯下这个跟我们的脸皮一样有凹凹凸凸。我刚刚说了，这里会凹下去，第一个可能原因是因为这里有肌肉拉扯，还有一个原因是底下没有支撑物，或是底下的支撑物它本身是凹的。很多人会误会一件事，我只要怎样一拉它就平了，就像刚刚这个，很多人会以为法令纹一拉就平了，不会哦，因为你拉线，甚至你拉皮，看起来好像这个时候它是平，可是它底下是空的，
我们的脸不会允许有空气存在里面，所以隔一阵子这些组织还是会慢慢沉下去，去贴住底下的支撑物。所以凹陷要怎么解决？填充嘛。可是我们把它放到脸上，很多人就会误会，法令纹凹我就是拉完它就不见了吗？也很多人想说，这眼窝凹是不是拉上去眼窝凹就不见了？不是，凹陷就是得要填充。我们来看一下，像这样的法令纹，很多人就说，我是不是拉提就会改善？不是，它是凹陷型的。我们帮它打一点东西，它的凹陷型法令纹才会改善。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帮它放个法令纹的垫片，它的法令纹就会改善。这种靠拉提就不会有效果。所以回过头来再讲，你看是不是诊断很重要？我们今天举了好几个法令纹的例子，我一直说法令纹有3种，它有下垂型、凹陷型、肌肉型。想知道更详细法令纹的介绍，我们之前的影片有可以回去看一下，那连结也会放在下面给你们。所以凹陷可不可以靠线雕改善？不行。这个时候有人就会提出一个反驳啊，我们鼻子不是可以用线来用吗？那是因为你的鼻子不会动，我们可以塞很多的线进去把鼻子撑起来。可是如果你今天脸上有些地方凹陷，你想说把线塞在里面去填充那个体积，首先这个并不是靠拉提的力量，就像我们鼻子埋线是用线本身的体积塞很多线把它撑起来，不是靠拉提的力量。再来是这个线的填充作用，那脸上不适合，因为你脸会动，那个线很容易就会跑位或是会穿出，所以线没办法改善凹陷。另外一个问题，博纹，我们来看一下哈。若琳她这里有几条博纹，很多人就说我这个博纹是不是靠着拉提就会改善？博纹有2种，一种是直的，一种是横的。像这种横的博纹，你看我做一个动作，把它拉紧，甚至我两边用力拉、用力扯，博纹都不会改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种博纹它根本就跟松垂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把这块皮把它拿出来，把它这样一看，本来我们的皮厚薄应该是一样的，可是有博纹的地方它会特别薄，所以博纹的根本原因其实也是一种凹陷。所以博纹拉线有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哦。一样的道理，常常会有人说，那我手术拉提博纹有没有办法改善？改善的幅度也很有限，因为它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于凹陷。所以要提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有些人呢脸是下垂的，他去拉线呢，他发现怎么拉效果都不好，那后来介绍到我这边来，我们帮他做深层的拉提，他就觉得效果很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异？不是都是线吗？我给大家看一个影片，你看他这里是不是有嘴边肉？这个嘴边肉是不是像一颗小球？很多人就是想说，我就这样做一个浅层的拉提。如果像我们这个影片一样，只是拉表层的皮，对你皮绷紧了，可是你看那一坨圆圆的那一球还在，那一球是深层的假指垫。东方人有很多人他是深层的假指垫掉下来，这个假指垫它是球状的。如果你只是在表面这样拉，就像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表面这样拉，这一球呢就还是垂在底下，就很像一个气球，这气球里面有一颗石头沉下来。如果你只是用浅层的线在拉，浅层的这个气球一拉紧了，这个石头还是沉在底下。这种是不适合线雕，不，它可以用线雕，可是你必须要懂得如何做深层线雕、深层线拉的仪式，才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帮他解答一个问题哦。其实很多人都以为线是这2年才开始流行的，没有，我线已经做了14年了哦，非常的久了。它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啊，可是很多时候，不管是有些诊所的咨询师，或者是有些求美者，他不知道有些问题用线是不能解决的，或者是他可以用线解决，可是需要特别的技术。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深层的问题，它就需要用到8字线这种特别的技术才有办法解决。你要弄清楚，就像我们的影片一直以来的宗旨一样，我们是要给大家正确的知识，你才不会去做一些无效的医疗，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好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把这个节目转发给你的朋友啊。如果你分享给你的朋友，跟我们小编讲，他会把我们这一本书的电子档传给你们。这本书呢，里面主要是讲微整，但是讲了很多解剖的概念哦，对于你求美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帮助。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哦，拜拜。看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呢，我最后给大家几个题目做一个小的总复习。如果脸上有一些纹路，自己这样比一比，好像这个纹路会消失，你会觉得 A 我不管什么原因，用线雕就可以解决一切。B 我不管它这个纹路怎么来的，我就是填充解决这一切。还是 C 你会选择先诊断一下、判断一下你这些纹路形成的原因，是松垂的，我们采用拉提的方式；是凹陷的，我们用填充的方式；是肌肉用处理肌肉的方式。你会用哪一种方式呢？
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后呢，对你是不是很有收获？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今天这个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赶快来做以下这些题目哦。